等第6次破开黑暗，音箱长出第6全年轮。这里是浙江卫视2020年为你诚意奉上的大型音乐历史节目《天赐的声音》。这里是《天赐的声音》第2季的节目现场，欢迎收看2022真挚回归《天赐的声音》第3季。欢迎来到《天赐的声音》第4季，《天赐的声音》第5季。我们在台上的力量都是音乐给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对音乐的热忱，造就了天赐的声音变成一个现象。年复一年，直到音符盛放，歌声响彻，直到天赐成为14亿次心动的野心一一兑现。就讓這大風吹，大風吹，一直吹，漆黑中逝去，眼眸裏那淚水，就讓那往事消失風裏，和悲傷過，也被暴雨淋過，明明開出花朵，就讓它生長着。天空，你對一切的軟弱與怠惰，常常懷疑你是否愛我。是月亮還沒來，路燈也刻着窗台，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開。掌聲越響，越要攥緊了拳頭奔跑。歡迎來到《天賜的聲音》第6季。這一次，我們攤開底牌，用問題重寫規則。有很棒的作品誕生的地方，就應該是歌手集結的地方。踏實的、真心的去對待每一首歌曲，演繹出它該有的樣子。我們這個行業其實妙就妙在，你曾經多麼輝煌，你今天站在台上還是得從零開始。這個名字很浪漫，天賜的聲音，誰可以做到是天賜的聲音？在審美細分、曲庫歌劇的年代，什麼樣的作品才能讓專業和市場握手言和？爆款歌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在大家聽到這個歌節目播出之前，誰都說不準。一首歌它會流行，不見得它一定要多複雜，或者是說有多少的所謂的深度。我覺得熱門歌曲是為大眾服務的。每一首歌都有它存在的一個功能性，存在即合理。市場和品質，我覺得它都是要共存的。這是對音樂人的一個考驗，藝術水準和商業價值是完全可以達到高度統一。如果沒有，就是你沒做到。做大眾喜愛的音樂，是我們畢生的追求。嗨 Hello， 我們是難忘今宵。來吧，路多晚也不困。好了，我們這無與倫比。哎呀 ，hello， 大家好，老師們好。壓力越大，我們越強，我們就是超強彈簧。我們叫極王炸，超炸。嗨，易如反掌。謝謝大家好。哎呀媽，這沒事，不太合適吧？我說一點。天賜健康瑰寶，滋養音樂新生，歡迎收看浙江衛視大型勵志音樂節目《天賜的聲音》第6季，我是陳歡，向每一位音樂合夥人問好，歡迎大家。哇，這次非常特別哈，因為這是我們的第6季，所以會有全新的競演規則。接下來，我們即將進入第一個賽段——先聲奪人。大家聽過15秒定律嗎？在音樂行業，全球每天大約10萬首歌曲上線，而我們常常只用15秒的時間來判斷歌曲是否吸引人。如果這個時間內沒有抓住眼球和耳朵，對不起，下一首。歌曲它還是有它自己的一個創作的歷程，時代發展到現在這個狀況，我們需要去接受，這是對音樂人的一個考驗。
能够在很快的生活节奏下，大家在短时间内能听到很多喜欢的这些音乐，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短视频的背后是流行的密码，是千千万万受众的喜好。所以第6季上来第一件事，请用短视频推荐你们的歌曲。每组合伙人已经预先提交各自的15秒短视频，他们将通过秘密点赞对6个短视频进行排序，点赞量最多的歌曲组合拥有优先挑选竞演对象的权利。先声夺人，先看小样。我在等你，等下完这场。哇，这创意太厉害了！满城卷地，经此生的别离。捧我们，捧我们。我觉得最起码是7、8票吧。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想法已经没人可以超越了。捧我们，捧我们。贺野是这样的，这个创意那个碧晨也想到了，但是我们后来选择没用。没用啊，还有更好的。对。你不投人家就算了，还要 diss 一下。没有了。但是我说好的，是好的。可是我肩膀在我的飞扬上。哎呀，挺累的。这太累了，这视频。妈，这个花钱了，这视频。我说昨天彩排的时候，隔壁我以为装修呢。哦，那我也听见了，嘣啊嘣哎。哪来的打桩机喂？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创意嘛，我想跳楼机跟跳楼梯也差不多，而且很安全，也不害怕，也没有失重感。对。哦，咋子？转身就是一阵子心痛。情景剧，演上了，只好攥紧双手，人类黑气势里流啊流啊。镜头过去了。你说，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一瞬好短，咋子却望穿？走马灯啊！薇姐太强了。哇，超绝创意！这个打破了我们的一个观念啊，15秒钟不是说一定要唱哦，15秒钟也不一定是15秒钟啊，我们这个更久30秒钟了，印象深刻，印象深刻。Yes。我被一阵风困在这里，你就替我摘朵蓑麻花走吧，蓑麻花走吧，没什么创意。走不出了这座华山。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给2个赞助商全露出来。哇，好用心啊！你们这个做后期了。第一期来先把大腿抱起。对。哇。我真是第一次来，我真不知道就是大家是个什么情况。我就想说稳妥一点，至少不会出错。但是看到牛鬼蛇神，我说好，我说你们等着，下次你们给我等着。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总是要耗尽眼泪，不觉少了一颗。做一个对的人，谁晓得？刚才他们唱那个歌是他们今天晚上要唱的吗？不是吧？歌词是歌词他们就把旋律给换了。所以碧晨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当时想了很多，我们想过演情景剧，想过去楼道。你把人都说了，他们情景剧那边装潢，然后还有去楼道的，你等会儿。哎呀，都想到过。哎呀，觉得一般都。没有，觉得一般。没有，最后我们选择了觉得不适合我们，对，不适合我们。我们走一个双旋律。接下来呢，请大家到点赞点，轮流一个一个点赞，不能投自己。我喜欢那种意想不到的创意。这个创意真的很好笑，就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喜欢它。因为他们演绎的实在太搞笑了，而且我特别想问一下，他们说的四川哪儿的方言？好了，在此刻也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点赞间呢，正在发生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有一位的加入，他可能会引起刚才投票间的一些变量。啥意思啊？啥意思啊？让我们欢迎 Stevie Ta。来了，来了！大叫！其实 David 哥是我们天赐的老朋友了哈。是的，今天6个创意短视频，只有其中1组能够获得最高的一个点赞数。每一种声音呢，都是天赐先生真实反馈、真心回应。接下来有请 David 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揭晓点赞数。David 哥，你想先揭晓哪一组？你来决定。那我们就先来揭晓这个碧晨。没有。哎，这他1赞。一个，谢谢。谁投的？这一颗星谁投的？我请他吃饭。微信转200，好了。是我。哎，你不是投了他们了吗？好，接下来 David 哥，那这个大山，不会是没有票？好，第2少的。好，第2少的开始了。第2少的，来，3、2、1，揭晓。一个。 3、2、1，来 ，Go！ 没有。哇！啊，专辑封面这是。最低票终于出现了。再怎么样都不丢脸了，对。哎，我们现在是到第2了啊！哎，我们到第2了，眼看我们在爬坡啊，还会有没有就是还没有赞的人呢？那我觉得要给大家一点希望，给点希望，我们就来这个黄子弘凡、谭维维，这个应该不少，这个至少能4到5个。对，4到5个。哦。3、2、1，哇！6赞现在已经奠定基础了，至少过半，你们稳第1了。谢谢，哪有？6。我就想说，那下一个天亮哦，王源和姚小棠来了，3、2、1，哎，专辑封面，哎。啊！行，不丢脸，不丢脸。笑死！终于有人一起了，不丢脸。没事，我们结伴同行。我们搞不好第3，我跟你说，我们搞不好第3呢，我们1个。笑死！没事，稳住。1赞有可能第3，真有可能。好，接下来还有2组没有揭晓。好，那我们来跳楼机。跳楼机。好，来，3、2、1，哇，5赞。耶！嗨，5个啊！5、6、11、12，我。来，马上来揭晓，王鹤野、杨坤啊，坤哥，还有1赞，1赞，哎呦，因为我把那票投给王鹤野了，我早知不投他了。并列第3，并列第3，一票能并列第3，王鹤野，你们要是没有我那一票，你们就是。你那一票咋来？你心里是没数吗？你俩互投的啊。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有请点赞数最高的第1名的组合来到我们的身边，有请。跳楼机基本上是在各种门类的短视频中的热门歌曲嘛，因为其实我们这首歌曲跟跳楼机的整个感觉跟风格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同时又是2个热门歌曲嘛，我觉得这个搭档比较合适一点。如果我们选择了他们的话，怎么样？可以听你的，可以，听你的。所以你们俩最终的商量的决定是跳楼机。好 ，yes。
他们能挑我们也挺好的。就是我俩这个歌能早点唱的话，可能状态是不是会稍微好一些？但是我们这个歌从排练效果来讲已经很好了。我们选择的这个 PK 对象很强，肯定压力是有的，但是别忘了，我们叫做超强弹簧组合，压力越大，我们越强。不是我们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啊，如果咱们两组都是并列第3嘛，那不如我们就组队嘛。可以啊，是不是？就觉得还挺有缘分的，刚好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对。哇，我们是最轻松的呢，不用动脑子呢都。先声夺人赛段规则：3组竞演阵容依次上场切磋，每组竞演结束后，由声音鉴赏团选出1首待定金曲，3首待定金曲诞生后，由声音鉴赏团选出1首，成为本期推荐金曲。交锋在即，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我们回来啦！欢迎陶喆带来开场歌曲《爱我还是他》。黑暗中的我们都没有说话，你只想回家，不想你回家。寂寞深得像海太让人害怕，温柔你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发。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你身体却在拼命找，但欲望在燃烧。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你为谁在挣扎？你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你去爱这是不是命运对我的惩罚？爱你也没办法，恨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拖下。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每当爱变成了煎熬，你就开始要逃。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让你不再挣扎？
也不要再被说。你爱我还是走？我为你找了100个理由，我就是那么瘦。你爱我还是走？是否沉默代替你的回答？我应该明白吧。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欢迎天赐的声音6音乐召集人陶喆回到我们天赐的舞台。谢谢大家好，非常的开心又回来天赐的声音了，但是我放眼望去啊，诸位都是华语乐坛您的后辈吧？也对了，在天赐舞台不断有音乐的新人来到这里，你有什么寄语要送给他们？我觉得创作其实作品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花多一些时间在创作，把一些故事放在音乐里面。我觉得故事跟作品是会说话的，对，很重要。我觉得陶喆老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每一次的舞台，其实他带给我们的其实都很特别，而且每一次带给我们的感受，为了让我们印象深刻，且让舞台变得独一无二，他一定会有自己 free 的发挥的东西。在舞台上紧绷住那一根去完整演出的那个弦的同时，去放轻松，享受音乐，同时跟大家互动交流，所以我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大师。说得好，这个后浪不错，说得非常好。天赐的舞台上，每个音乐人都会值得被大家喜欢，因为无论你今天在华语乐坛是什么样的位置，但是在音乐这个世界里面，一直保持一颗谦逊进步的心。是的，是的。彼此在给彼此力量，在音乐的殿堂里面再进一步。谢谢 David 哥，再次把热情掌声送给陶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陈安。有请 David 哥入座。首先有请第1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掌声有请谭维维、黄子弘凡，加油！加油！加油！Hello， 薇薇姐 ，Hello， 第一次见，第一次见。我是自贡的。我是成都的。啊，很近很近。我是自贡的。老乡。好的，生回过。虽然我之前没有来，但是其实都有看很多歌曲的卡段，都看了。第一，我是惊叹大家都真的唱得很好。以前我是觉得能不合唱就不要合唱，但现在我觉得，哎，有另外一个人，他在
帮助你为了音乐，在这个舞台上去完成一个作品，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想多体验，因为以前体验真的是太少了。上次就来了一次，没来够。脑海倒叙你的微笑，听到熟悉的歌谣。可以跟这么多很棒的前辈们来学习，同时我觉得好好努力，在这样的舞台上能够收获100万点赞的金曲嘛。这个歌，哇哦，好难。对，但是其实蛮打动的。对，是的，是的。看似其实只是很小的一个转身，但其实2个人也许永不相见，其实这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让我前世与你几次回眸。最近确实有一些感受，让我觉得哎呀，有那种心动的感觉，可能不是词上写的这种，比如说男女之情。对。但是最近我朋友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哎呀，他说可能我就没有妈妈了。那个瞬间，我直接的感受到的那种，就是真的就没有就是没有了。你今生再有缘，但是走了。我觉得现在我讲起来，我都有那个体会，我只有带入这种情感，就是需要那种诚恳，特别的诚恳，你才能让观众鼻酸，甚至泪流满面，感动，或者是回到了一段熟悉的往事里。写这个歌的老师，最后唱出来应该很痛。我不太触碰情歌，但是我觉得何必设限呢？因为我也很不喜欢人设来就上。好累啊！哎呀，你们要不要降一个小2度？可以啊。减和声。哦，减和声可以啊。要不然你有一遍你先唱前2句，我唱后2句。也可以。排练的过程中很坎坷，歌曲做了大的调整。一瞬间我正在消化，就是得回去慢慢捋一捋，只好攥紧双手，任泪横流。河流。梦是否依旧，心是否依旧，心境是否依旧。天赐第6季的第1个舞台，作为天赐的新人，我要更加珍惜这个舞台，要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第一次共同完成这个作品，我也希望给出自己100%的真心去呈现。论我前世与你几次回眸，今生是否还能侣情缘由？情是否依旧，心是否依旧，偏爱是否依旧？我们却心照不宣，都沉默了好久。问我们这宿命要穿多久？来生是否还红着脸牵手？梦是否依旧？你是否依旧？心境是否依旧？分离时，情人总是絮叨叨好久，只求挥手告别，无爱无怨无仇。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只好攥紧双手，任泪横流。你说往前走，往前走，别回头。一生好短，怎去望穿走马灯？
是否还红着脸牵手？梦是否依旧？你是否依旧？心情是否依旧？分离时，情人总絮絮叨叨好久，只求挥手告别，无爱无怨无仇。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只好攥紧双手，任泪横流。你说往前走，往前走，别回头。一生好短，怎却望穿走马灯？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只好攥紧双手，任泪横流。你说往前走，往前走，别回头。一生好短，怎却望穿走马灯？棒！维维第一次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在这个舞台上唱歌，有跟别的舞台不一样的感受吗？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从梦想的声音开始就在期待天赐的声音，对，到了666才来。哇，对，我觉得来的正是时候，而且第一次跟黄子一起合作，真的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的舒服，很放松。黄子在目前大家能看得到所有音综里面，都有精彩亮相。哎，别捧杀，别捧杀，没有，啥综都有他的精彩亮相。没有了，真没有。黄子在上别的这个综艺和我们音综的感觉，好像你这里突然谦逊了，怎么？我其他很狂吗？你这样说的不是，那个可能是一种综艺效果吧。但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些变化，你自己感受到了吗？就是我是觉得天赐来到这里，能够有幸跟非常多非常优秀、很厉害的歌手老师前辈们学习交流到很多，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且独一无二的珍贵的舞台。对，看来你们也是在我们天赐声音第6季第一个舞台就让大家眼前一亮。这个作为我们听的第一首歌，然后坐在这边听，刚刚其实是非常震撼。男生女生有时候一起唱一首歌，其实一定会有一方会是比较辛苦一点，然后另外一方其实也想要有表现。可是我觉得黄子你的发挥也非常的好，因为我前面一直觉得低低的，后面你也唱一些高的音，然后维维当然那个是非常非常的稳，非常的厚实。我刚才一直在看歌词，可是我想说，我别再看歌词了，我赶快看你们的表演，可以感受到你们在歌里面投入的很多的一些感情。我真的觉得很震撼，我完全专注在他俩的状态里面。他俩转过去走开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他们大概什么点会转回来。但是我后来想想，这首歌转身即心痛，他们是痛了一辈子，因为转过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就这种决绝的感觉，跟他们的唱，我觉得就特别的配合，很符合这个意义。我觉得编的也很好，演绎的也很好。表达出来的这种宿命不甘心，这种干脆，这种荡气回肠，全在里面了。对，谢谢坤哥，谢谢坤哥，谢谢坤哥。我们知道天赐的歌呢，一直以来都非常受到大众的喜爱。那这一季呢，节目也留给观众表达想法的时间。来，我们来听听现场朋友们的感受。来，那边后面有一位。你好，你好。听完这首歌之后，就是我有一件心痛的事情，我想要分享一下。因为我从小是我的爷爷带大的，但是他在我初2那一年他就去世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小嘛，然后也不太理解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我爷爷下葬之后的几天，我突然就是感觉到特别的难过，好像。才意识到我爷爷好像真正的离开我了。那段时间我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就是大哭了一顿。然后我也想借用一下歌曲里面的一句话，就是
一直往前走吧，就是不要回头。但是我想对我爷爷说，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多多来我的梦里看我，然后我希望下辈子还可以和他一起做亲人。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因为面对生离死别是我们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堂人生课题，但是我们要学会的是什么？对你爱的人一直要保持思念，因为只有思念，它才会永生。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声音鉴赏团各位老师啊，在请各位发言之前呢，有一个要跟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本季依然有音乐合伙人的无伴奏原声环节。如果你们有这个需求的话，来有请。今天其实这个编曲编得非常大，这首歌可能我有对你的声压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你如果声压达不到，很有可能就会被这个编曲给吃掉。但今天二位都做到了，非常好，让这个编曲有一个新的高度。非常恭喜你们完成这样一个好的舞台，谢谢。维维姐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你的舒适区。我觉得整体来讲很 OK， 该痛的时候也唱得很好，然后该爆发的时候也很好。然后我今天稍微可能要说一下红反，就是从前面到后面来讲，我觉得整体没有什么问题。你需要去提升的，在高音部分的一些惯用技巧，把你的声音的就是本质和特点再爆发出来一点就好了。对，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好嘞，谢谢啊，谢谢。好，谢谢各位声音鉴赏团老师啊。我们天赐的舞台呢，就是够真，歌声够真，情感够真，建议团的点评也是够真。这种真的内核是不是很难得呢 ，David 哥？我觉得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来到天赐的声音的这个舞台，真的需要真材实料。说的没错哈，就像我们东阳光鲜虫草一样，17年的精研沉淀，专注一根冬虫夏草，大品牌保质保真，是冬虫夏草界的实力派。上微博搜索东阳光鲜虫草，参与互动，一起用真心积攒能量，解锁更多新鲜。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黄子弘凡，送给谭维维，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开场音乐合伙人的曲目。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组张靓颖、王以太。Yes。因为上一次来是第4季，但其实我也有关注到第5季的节目，也出了很多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歌，所以这次再来还是非常的开心，又可以看看今年又会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合作。我其实最近莫名其妙开始喜欢看小短剧，然后呢就会有背景音乐出现，我才想起来，哦，这个小短剧那个里面的前奏是这首歌的前奏。确实现在非常的受欢迎。非要想那么硬的南针非要撞，是不是内心希望透过水流就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那我第一时间就听到那个不爱我的非要上，那么硬的南针非要撞，就是我会觉得我的性格就是一个喜欢撞墙的人，就是所有对我来说顺的路是理所当然，只有挑战的东西才会让你有强烈的好奇心，有强烈的欲望想要去干一些不那么顺当的事情，包括对于我的工作，或者是说对于情感，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我的关注点可能就是在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不管说是感情也好吧，或者说生活上面的一些选择也好，他可能会经历这种断崖式的落差感。所以我觉得会很能引起共鸣的一首歌。正好说中你的心，正好说中你的，正好说中你的心。这首歌在现场演绎上面其实是很有难度的，还是心里有一点没有底。你说的话却把我困在雨季，其实你不是不爱了吧？其实你就是不爱了吧？自由就不早该出。这个歌就是有一种必须要先吃一整碗大米饭，然后再吃。这首歌因为它太密了，速度又快，又没有给气口。如果单说演唱方面的话，它绝对是 S 级难度的。这2句我跟他一起唱，第3句空出来，我能在这儿歇一口气儿也行。我们再试一下吧。行。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唱完所有风格的音乐，所以我都是一定要先尽力而为。怀着紧张和期待，要完成我在《天赐的声音》的第一个舞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也希望能把它演绎出一种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画面。风走了，只留下一条街的沿路；你走了，只留下我双眼的红。逼着自己早点睡，能不能再做一个有你的美梦？我好像一束极光，守在遥远的世界尽头。看过了你的眼眸，才知道孤独很难忍受。可笑吗？我删访记录的时候有多慌张，他会看见吗？最近只有我能看的模样，从夜深人静一直难过到天亮，你反正不会再担心我隐隐作痛的心脏。好像遇到我你才对自由向往，怎么为他失去一切也无妨。可能是我真吧，怪我也非要上，那么硬的男生非要装，是不是内心希望透过旋流就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让我突然的伤口要急速落地。你得给我一场疯狂，结果余生好难呼吸。那天的天气难得放晴，你说的话却把我困在雨季。其实你不是不爱了吧，只是有些摩擦没处理。怎么你闭口不语？是不是我正好说中你的心？就承认还是在意吧，就偏偏我也可以。可笑吗？你的出现是我不能规避的伤，怎么能接受这荒唐？可能是我欠吧，不爱我的非要伤，那么硬的南墙非要撞。是不是内心希望透过旋流就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让我突然的伤口要急速落地。你得给我一场疯狂，结果余生好难呼吸。那天的天气难得放晴，你说的话却把我困在雨季。其实你不是不爱了吧，只是有些摩擦没处理。怎么你闭口不语？是不是我正好说中你的心？是不是我正好说中你的心？是不是我正好说中你的心？就承认还是在意吧，就偏偏我也可以。真的好难唱这首歌，好难啊！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欢迎张靓颖回到我们天赐的舞台。Hello， 大家好。关于这首歌，大家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女歌手要唱男歌手的歌，可能就得升个 key。但其实我们刚刚唱的是原 key， 因为之前想说声调就变成了一个跟它一样是柔和的、连贯性的那一种。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让我突然的伤口要急速落地。就变成一个柔和的版本，跟它一样，然后就需要铺很多的和声。但我后来想想，这首歌我仔细看了一下词，我觉得作者写得很妙，因为是两个人的合唱，所以最后我觉得这个感情应该要宣泄出来，所以我说那就唱男 key， 我就以一种更直白的一个方式来唱它。所以我跟王以太聊，你要像跟我吵架一样，几乎要打起来。我唱的是质问，他唱的是狡辩。
对，我觉得吵架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你无言以对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人要开始狡辩了，然后他就会变得很激动。所以以太，你只要说女生说的都对，对我狡辩一下，狡辩一下，咱们听着就行了。我觉得这首歌最 punch 的一句就是，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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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一定是这一句。实话实说，作为私心，我自己也曾经把这首歌作为第一期我要唱的备选，因为这首歌确实现在在网上很红。为什么我没选？也是因为难度真的很大。其实我真的也想过第一期要唱这个。哎呦，你早说王源，咱俩合作真的是。哎，对呀，咱俩跳吧。我当时没选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唱这种词句特别紧密的，我容易给我唱急眼。哎，那不刚好合适吗？吵架了啊！对，要的就是急眼呢。你从那个风走了开始唱来，我唱前面这一块，然后到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往你接好不好？我为啥要？咱俩合作一个。好，没问题。你说我这话接的，我这。我给你俩唱和声。可以啊！你高八度唱。OK。一直难过到天亮，你反正不会再担心我隐隐作痛的心脏。好想遇到我，你才对自由向往。怎么为他失去一切也无妨？可能是我欠吧，不爱我的非要伤，那么硬的南墙非要撞。是不是内心希望头破血流，就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让我突然。升空又急速落地，你带给我一场疯狂，劫后余生好难呼吸。那天的天气难得放晴，你说的话却把我困在雨季。接着往下唱。可能是我欠吧，不爱我的非要伤，那么硬的南墙非要撞。是不是内心希望头破血流，就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 ？Baby， 我们的感情像跳楼机，跳楼机。是跳楼机的感觉。你 get 到这首歌难点在哪儿了吗？其实我也想唱这歌，但我后来试了一下，算了吧，算了。我刚才边听边看歌词，我一度认为这首歌不是人写的，是 AI 写的，我不敢确定，因为它太难唱了。我也坚信，这首歌，你们两个的版本一定会爆。这个歌非常难，最难的是在这个地方。你带给我一场疯狂，劫后余生好难呼吸。那天的天气难得放晴，你说的话却把我分在雨地。其实你不是不爱了吧？他这个地方是没有时间给你吸气的，所以最难的地方在这里。我觉得两位歌手演绎的非常棒，亮姐很厉害，真的。谢谢。好，还有哪位观众想分享的？来，那边后面有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尚九熙。Hello， 各位老师好。听完这个歌的时候啊，以太确实给了我很惊艳的感觉，因为一个观众的角度，因为觉得就是唱旋律的部分，可能对于 rapper 会有一些难度，尤其像刚才这个歌又是一种半说半唱的，就是我们行业会感觉那个像赶板，就是有些东西会哒哒哒哒哒哒就会追那个东西，然后就是很有难度。然后亮薇姐不用说嘛，我觉得她还是驾这个歌也是游刃有余的，确实很喜欢这个表演，她的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戏剧性很强，也很精彩啊，这样子。谢谢。本轮两组音乐合伙人分别是谭维维、黄子弘般带来的《转身即心痛》和王以太、张靓颖带来的《跳楼机》。在两首歌当中选择一首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5位老师现场合议，给予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由张靓颖、王以太带来的《跳楼机》。恭喜张靓颖，恭喜王以太。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有请张碧晨、刘宇宁，加油！
前几年其实都在做演员，然后期间陆续发了一些单曲。我也不是这期想来了，是一直想来，然后刚好天赐来邀请我，非常之荣幸。因为这个节目它就会出很多100万点赞的歌曲嘛，就希望我来一趟节目能够有一些收听率还不错的歌。我跟你算是在这个节目里熟的，你毕竟是在这个节目4朝元老了，所以这一次第一期你带我觉得我是特别踏实的。行，好。我们2个的合作都是在直播里，所以这次非常开心能够在天赐一起去完成一个作品。所以这一次搞个什么歌呢？搞个情歌吧。少一点天分，你觉得少的是什么？包容吧。为什么？就像你看自己的家长也好，看自己的长辈也好，就是很多能过一辈子的人，他们2口子一定是相互包容、相互理解，才能走到最后。这首歌表达的其实就是2个人因为一些误会啊，可能就错过了，所以呢，也就希望，我觉得能够长久的一定是理解。我觉得是经历，就因为大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然后在爱情里面都是比较像没头苍蝇的那种状态，对。然后但是慢慢的经历一段感情，就会成长嘛，对吧？就会慢慢成长起来，然后这个天分，可能就会一点一点的学习起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你不断的去摸索，去不断的收获、得到，然后再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大部分人为什么总是忘不了初恋，就是因为他有很多遗憾。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回到当年那个时候。或许我能做得更好，或许我能跟他走到最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少的这一点点天分是经历吧。我们稍微设计一下吧，要不然就是行。我们明天有那种伤痛的，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可以啊，你爱我那种。可以啊，有那种就是假装想要触摸，然后那个又出道的感觉，然后看到一首歌的时候，我会把它想一部剧，她就是这个故事里的女主，我就是这个男主啊，我们来演绎这一个遗憾的故事。这次我俩都是希望能够在台上有一些交互，要投入情感，真正的做到那舞台的一个升级。几天就愈合，依旧还能活着。小挫折，哭几回就忘了，就过了，天空黑了，我还醒着。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孤单总是陪伴着。最忠诚的不是爱，而是沉默的孤单。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少了一颗。才知道什么要割舍，我们这投了多少上天的缘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错过了一个对的人，谁晓得？小伤痕。痛几天就愈合，依旧还能活着，依旧还能活着。小挫折，哭几回就忘了，就过了，天空黑了，我还
着，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伴着。最终成的不是爱，而是沉默的孤单。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伤了一刻，才知道什么要割舍。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错过了一个对的人，谁晓得？紧咬着忍着痛，再往前走，是否只有我终究学不懂？爱情变陌生，错过再错，是否？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少了一刻，才知道什么要割舍。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错过了一个对的人，谁晓得？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爱上了一个错的人，谁醒着？我有压力了，哥，哈哈。非常开心刘宇宁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首歌你什么感受？其实这首歌相对来说好像就还好，对，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猛，对，就想说第一期搞一个稍微温柔一点的。哎呦，大家知道吗？这温柔一点不得了，刘宇宁他哭了。哇，说来惭，非常话长这件事情。哦，我来听听看。对，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彩排的时候，我就说宁哥，我觉得你赶紧可以哭一下，因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然后这天赐的声音，而不是不是，因为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机会去演戏了，但我就想跟他过把戏，但我自己哭不出来。然后我说，但是我是一个共情能力非常强的人，因为最近我就是刷小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什么狗啊什么的这种的，我就跟着哗哗哭，有哭点。所以我说只要你哭，我一定能哭。我说但你得哭得高级，你不能那种哇流眼泪。你就是我觉得男生就是要热泪盈眶，满眼通红，但是泪不出眼眶，明白，是最高级的哭法，就叫噙着泪，对吧？对。所以刚才宇宁他做到了吗？就是他做到了。哇。对，但是我没做到，因为不是，但那会儿你看狗都哭，我白哭了。其实我跟宇哥一样，我也是有一个身份是演员嘛。然后我觉得真的碧晨姐包括宇哥，是因为情感进去了，才会有这样的表达。你懂我。I got you。碧晨他自己还说呢，他说我这季我不折腾这个舞美了。我说哟，不折腾舞美，好家伙，折腾对方。而且我也是第一次看刘宇宁唱歌，哎，很轻松的就这样娓娓道来了，真的就是你们两个说的在讲故事这种。
刘宇宁的唱功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其实是他很克制、很从容，上来插个兜，完了以后把 A 段唱完了，就是非常好。其实哥不是的，我不是轻松，我是假装轻松，在里面掐大腿因为我把这个手就是没地方放。其实我觉得这歌很难唱哎，因为这个歌原本就是一个女生的歌嘛。对。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key 的问题啊，你的定调啊，然后你的怎么样分配声部啊，其实这是一个男女其实不好诠释的歌哎。所以我觉得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细节的，是可以慢慢再去品尝、再去品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观众的感受，好不好？来，Hello， 大家好。因为我的女朋友她特别喜欢张碧晨，然后呢？哪位啊？哪位？对。我就是觉得，首先，宁哥的开场嘛，让我直接就是被镇住了，你知道吗？直接就是，哇，就难以言说的一种感觉。然后，在碧晨姐她的一个和声出来之后，我们两个都是鸡皮疙瘩唰一下就出来了，真的太美妙了，真的。最后的那个，宁哥他流眼泪了嘛，我们在前面看的是很清楚的。然后我们两个也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被打动了，眼睛也是开始湿润了。小宁是我第一次这么直观的去看你的现场，那第一次让我看到的现场，我觉得蛮意外的啊，就是你的声音的这种代入感和诉说性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非常高级的。我要使用一项我的权利，听一下二位的无伴奏的干声。来吧。不会吧？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少了一颗，才知道什么要割舍。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错过了一个对的人，谁晓得？其实天赐这个舞台，我们一直强调两个字叫合作。那么两个歌手之间的和声上面，如果能做到像今天这种严丝合缝，做的这种刚刚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碧晨就是在合唱这块儿，已经是无出其右了，非常棒。刘宇宁今天的表现，我觉得就真的是我可以用惊艳来形容啊！而且尤其是做演员有一些历练以后，我觉得某个角度来讲，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声音的演员，可以去驾驭可能未必是自己的声线里边最合适的那种歌曲。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刘宇宁、张碧晨，谢谢二位。唱得好！接下来要上台竞演的音乐人是杨坤、王鹤野。我觉得天赐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职业生涯的里程碑。我每年都会来这里交一次卷子。以为天上的水，你也会记得，停留一下下热情的天分。我想早就来心碎，汹涌潮水让我醉。我觉得天赐对我来说是更像家吧。对，他会有时会批评我，有时会鼓励我。我觉得这就是家的感觉。我就觉得在天赐呢，就时不时能见到一些新鲜的面孔。对。完了以后，见到了一些想见的年轻的朋友。时不时的跟他们在一起合作。我觉得上天赐还是对我是有些帮助的，因为如果你很长一段时间不去上这样的节目的话，年轻的人也对你没有太多的一些认识。去年做完了天赐这个节目以后，也会有一些商业的演出。看这些下面朋友的留言呢，可能那个年龄层会小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趁这个时候，其实也不比年轻的时候的体力要弱到多少，这个热情要减了多少。你还是想往更好的一个方向发展，这可能也是我自己现在一直想工作的一个动力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来的。鹤野像你这个年纪，
中国年轻人文化最自信的时候。唱古风呢，其实非常能代表中国的旋律，弘扬中国文化。而且你没发现我们唱的《下完这场雨》，它的歌词是非常非常有意境。下古坠落，剩下路对决不能，已经换三流那句熟悉。其实我喜欢下面。哎，对，下面这2句就是这个小感觉我觉得特别好。那年差点你呢，有点哭腔。对对对，背影亮了，很有氛围感。这2句，对，我喜欢这2句。一如万沟。现在要解决一个问题，我是觉得啊，情绪又有又没有，又断，要断要不断，没有那么流畅。我跟你想那个方法，就是如果你哼唱那个《张天麦古德》好不好？太多了，我感觉。咱们找一个青衣演。天生好水，敬天赐好声。年久的皮箱装着还没放完的烟火，我提着寂寞撑伞穿过夜色，悲伤湿透了领口，别说破，且当作没曾来过。雨滴下古坠落，伞下路对决不能，已经还残留那句手写的珍重。哦，那年常听你的背影亮了，雨中我让一树挽歌。我在等你，等下完这场雨，满城原地，经此生的别离。心态如洗，风流转四季，只剩回忆。手中烟火向谁去？如果可以，别想完这场雨，放慢朝夕，是与你的点滴。怕来不及，回眸再重温此刻如往事，散漫漫落，可是你。成原地，经此生的别离。心态如洗，梦流转四季，只是回忆。手中烟火向谁寄？如果可以，别下完这场雨，放慢朝夕，是与你的天地。怕来不及，回眸再重温此刻如往昔，散发朦胧，可是你。我在等你，等下完这场雨，满城原地。
可是你。好听好听。感谢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青年演员贺新月为这个舞台增添色彩。这一首歌我们听到了，其实是古风和国风的一种结合。为什么二位会选择这样一首歌？因为我和坤哥都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吧，就是中国风现在能引领世界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隆重的舞台上，就想把一些带有中国风的歌送给大家。我觉得中间的这一个戏曲老师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惊艳到我，非常的美。而且戏曲的唱腔跟他们俩的声音搭在一块儿，一点不打架，非常的舒服。它有一种穿越感，我真的想说美到我了。我刚才在看的时候没有在看歌词，而是确实是被表演吸引了。中国风跟唱的部分丝丝入扣，然后非常的顺滑，我觉得特别好听。坤哥从上一季参加我们天赐的声音以后，你是不是自己也没想到，在这个舞台上又多了一些自己的代表作？也不算是自己的代表作吧，都是唱人家的歌嘛。自己得到点好处而已。您太谦虚了。当然，这些网友特别有才，说咱们坤哥是五旬硬汉，正是闯的年纪。戴维哥还在那儿坐着呢，我没有资格说话。我们一起闯荡，这是闯的年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现在这样的舞台越来越少了。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我就有点被动，因为好像我们以前都是在那个上面坐着，假装指点人家，完了以后突然站在跟大家一块儿，这里面还有就年轻的一些，哎，我说你吉克，你看，我说我现在跟你们在一起，我说有点不自在。他即刻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别不自在，你在这儿你才是最自在的，因为有一些人想自在，他没得自在。”哎，那一句话让我就自信了。我一直在想跟上他们的唱法、唱功，每天也在琢磨，因为从那个年代过来，这个演歌的痕迹都很重。我觉得那个是年轻人不喜欢的，一直向这帮年轻人的朋友们学习。学到了很多，对，这首歌我从来没有听过，也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听到坤哥跟贺野唱，特别打动我。我是真的是鼻酸了，很感动。我是没有当职业歌手的时候，坤哥已经有他很好的作品，就像榜样一样。我想拥有像那样细腻的表达的声音，然后还有创作的能力，一直都希望。到今天为止，他像少年一般还说出那个话，我觉得，哎，对我来说就是他依然是我的榜样。对，谢谢你们的这个演出，真的真好听，真很感动。接下来我们听听声音鉴赏团各位老师的建议，有请。我想说一说贺野，贺野。其实从最早我做视频的时候，我说了你的很多毛病，比如说在唱歌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咬字有点含糊不清啊，咬字啊，那口腔没有完全放松的去打开，还是一样王鹤也没张嘴，这个是气息造成的音准问题，没有带入自己的情感、呼吸感，唱歌没有呼吸感。但是我今天在现场听你，我发现你都改了，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看过我的视频？我一集没落。嗨，对，已经，我觉得能对你产生到帮助，我也很开心。对，然后今天你再建议我再跟你说一个问题吗？好，好吧。没问题。我觉得就是那个这场雨的那个场雨，像那种大喘气的场雨，那个稍微夸张一点，可以收一下场雨，直接带过就可以了。我觉得不用那么夸张，你会更自然。好，谢谢老师。
接下来就要把我们的行使权交给我们的声音鉴赏团各位老师了。本轮的待定金曲会在张碧晨、刘宇宁少一点天分和杨坤、王鹤野下完这场雨2选其一。知音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的待定金曲为张碧晨、刘宇宁带来的《少一点天分》。恭喜张碧晨，恭喜刘宇宁。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欢迎吉克隽逸、王瑞哲。吉克姐就是掌控舞台的感觉，但是又不是就是我刻意的，就是站在台上我就要，她就是很不精心的，然后就其他人都觉得就被她吸引那种感觉。你是我就是第一个主动喜欢的歌手，有品味，就要喜欢，有品味，好有品，太好看了，在哪儿跟哪儿这么好看？谢谢。我们这次要演唱的歌曲是《大山》，然后这首歌之前也唱过。虽然唱起来欢歌笑语的，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悲剧内核，是一个很悲情的爱情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是明朝的时候，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相爱，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在一起，然后这个女孩就留在山里面嘛，就苦苦的等待。对。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彝族的民间小调，叫 Gamu Anu。其实我们小时候听 Gamu Anu， 就是我们听的那个版本是就是很小调、很温婉，但是因为本身 Gamu Anu 这个故事就已经其实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了。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女孩子对现在自己的事业观啊、爱情观啊、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大家都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了，所以我希望我们两个也是真的在山上把自己能够勇敢的呐喊出去。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很坚定的、很坚强的一个对未来充满光、充满希望的一个演绎。我觉得它就是那种更有希望的感觉。跟吉克姐一起唱，我觉得是带来一个全新的版本。我被阵风困在这里，你究竟过去是说这个女孩被困在大山里面，但是我们现在希望她就是我不需要你，不需要其他人，我也可以走出这座大山。等天亮就出发，星星作伴。你说我们分开后有像花开满山坡，跟你说的那些风景你是否都看过？可我们之间的回忆它让心不再漂泊，没能带你回我家，就为你采了这首出家歌。6月的索马，它见过了多少情人的眼泪？我被一阵风困在这里，你就替我摘一朵索马，我走吧。你
Je la losa ne soda, vous de ne soda, je la losa ne soda, moi ne sais pas你，沙点上的刀，我是那山上的野花，就让我留在那高山上，望着洁白的月牙，思念它与否便长够了你依稀的脸庞。抛去问那奥普远近了是否困了多大，困破不大，把你写满写下不叉叉，我被一阵风困在这里，你求替我摘朵索玛快走吧。哈哈哈！牛，太牛了！他声音好好听啊！哦，这歌真好听。大凉山的都好听。瑞卓也是我们天赐的好朋友，从上一季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收获了，对吧？这一次又跟极客一起合作了，什么感受呢？小的时候就用姐的歌。就是第一次到台上唱歌，然后10年之后嘛，就是合作了，然后就。带我到山顶，午夜美丽的村庄，午夜妈妈的泪水。怎么样？我还没有太老吧？没有哇，越来越年轻，我的天，越来越好看。然后我就是想说，圆梦了，今天算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因为这首歌唱的是这个大凉山的一个故事，对吗？对，是的。而极客本身就是大凉山的公主。讲这种话，我没有得到一个认证啊。没有得到一个认证吗？他们说我是村花。大凉山里的非常有野性的村花。我不接受你重新说，我是大凉山的公主。大家觉得村花好还是公主好？好了，观众认证了啊，大凉山公主。这是我可能在天赐最不紧张的一次。以前每一次上台前，然后跟我同事说，完了，嘴巴死顶了。每一次上台都是这样，但今天不一样，完全放松。不一样，真的就是自己本民族的东西，还是比较天生吧，所以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可能就哎我就能来，之前选择的时候有这首歌，但是我没有选，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看到某口，我说这就是缘分，这就是你要唱啊！我穷尽一生要去。学习很多民族民间的东西，但是极客他生来就是大凉山的女儿，多好！你的血液里流淌的，这是让我非常厌恶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你一定要继续把本民族的音乐好好做好。而且我听了你的新专辑，依然是大凉山的歌曲，我觉得特别的好。谢谢姐，真的，棒棒。谢谢。可以看得出来，你们个性、肤色。所有的穿着都很不一样，可是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是一个
一个灵魂的感觉。原来的歌词是被山困住，但是我们新的改的词就是我也没有被困在山里，我是选择留在山里，那我是自己有选择权的。我觉得这个是吉克姐和所有的现在的女孩一样，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吧。我觉得她好像是一个现代的女孩子，你知道吗？在我的概念里，然后我还是在那个山里的那个姑娘，但是在某一个时空，我跟她可能也就是一个人，无论我怎么样选择，我很好。这个就是这首歌到最后的这个寓意吧，对。来，有请。大家好，我是柯佳璐。我白天是互联网大厂的一个运营，然后我还有第2份工作。哎呦，对我晚上是蓝明星乐队的贝斯手。酷啊！因为我觉得《大山》这首歌所描述的这样的困境，就不是具象的大山哦，就这样的困境，我相信很多人在生活里面也会遇到的。就比如像我以前经常加班，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就被工作给困住了，就找不到出口，就比较焦虑。然后我就开始一边工作，然后一边零基础的开始学贝斯。我现在已经坚持4年了，然后我还组了自己的乐队。了不起。对，但是我很开心啦，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走出了自己的大山。加油！等一下，因为我担心我的老板跟同事会看到。放心，你是很酷的玩贝斯的这个音乐人，不要管你老板的态度。我还会好好上班的。好，谢谢你，继续加油哦。我想对就是瑞卓说一句话哈，我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因为你现在还年轻，我希望你可以去多尝试一些新的风格，然后来填补一下自己。这样的话，你以后要唱任何的风格，你就可以挥洒自如。那我就不同意文老师的这个说法，因为吉克是彝族，我是蒙古族，那么瑞卓，你能告诉文老师你是什么族的吗？我是达斡尔族的。OK。我们3个都是少数民族，所以对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民族的，他就该唱这种风格的。我认为，如果你让他现在一个年轻的歌手去唱 EDM、去唱 Funk， 我觉得没有必要。他应该把这个风格继续做好。一个年轻的歌手不要那么善变。谢谢。2个老师2种声音哈，这怎么办？纠结了。我觉得都有道理，那我也试试，都试试。在这首歌里，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碰撞跟互补，所以我觉得我也要行使我们正音团的权利，我想听一下这个舞台的原声。好的，接下来有请老师准备一下。你说我们分开后又像花开满山坡，跟你说的那些风景你是否都看过？可我们之间的回忆它让心不再漂泊。没能带你回我家，就为你采了这首出家歌。6月的索马，它见过了多少情人的眼泪。我被一阵风困在这里，你就替我摘朵索马花走吧。我觉得瑞卓到了最后一句，用你来收尾的那句彝语的吟唱，真的是太好听了。是，哇！你一定要坚定的相信你的天赋。夸我设计的哦，芝姐的哦，哇！我就知道这一句必须由她来。刚我看到以太啊，有些话要不得不说了。是的，其实我举手不是专门为了分享我对这首歌的想法，而是我真的很想在这里感谢一下吉克隽逸。17、16年的时候，我刚刚决定要做一个全职音乐人，我的身边充满了不确定。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机会去录一个节目，那场的飞行嘉宾其实就是吉克隽逸老师。我们在中途休息的时候，吉克拿着手上的零食递给我了一块，
然后虽然说这个事情分享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的画面感，但其实对于我，真的是那个非常不确定的环境和心境下的那么一点点的确定，这一个画面我一直记到今天。我只是想当着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当着几颗老师的面说一句谢谢你。我也非常的希望我们可以，不管是在天赐也好，还是在哪里也好，我很希望跟你合作一首歌。好啊，哎呦，虽然你这样讲，我可能当时我都不知道了，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人也太好了吧。你人真的很好。哇！对于当时的以太来说，递过去的不是一个零食，而是告诉你要坚定走这条路。所以今天你也来到天赐第6季，和亮颖一起搭档，以后还有机会跟所有的音乐合伙人共同搭档，一起玩啊，兄弟！谢谢哇！音乐以外的世界啊，也是很感动的，但是也要感谢音乐这个起点啊！再次把掌声送给吉克隽，送给瑞卓。接下来即将登台的这一组竞演组合是姚小棠、王源。Hello， 你好，王源老师。我是小棠。好，你好，你叫我源儿就行。我没上过这个，就是到时候2个人站这儿干唱是吗？大家好，我叫王源，我是一名歌手、创作人。其实站上舞台的时候就是有点陌生，因为我很久没有参加这种综艺节目了。可能大家就是知道我在唱歌，但可能不知道我在唱什么，或者是怎么样。你之前有听过王源的啥歌吗？完了。有。对，算了，我不问这种尴尬的话题啊。没有，因为我之前看过有一个综艺，然后你跟一个女孩唱了一首歌叫《骄傲》。哦，对，我那个时候还未成年，未成年。我上个正儿八经上的音综是一个比赛，自己写歌的音综，后面就没有上过竞技类的音综了。但是我在来天赐之前，其实我也做过纠结，做过挣扎，因为确实天赐是国民度非常高的综艺。你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唱出来的歌是要交给很多人来评判的。但是最后我觉得，为什么我选择要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演绎我是有自信的，所以说我觉得好的作品交给大众来评判，给我提一些意见，我觉得是个好事。这次选了一首叫《下一个天亮》这首歌。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而且它的旋律一响，它把我拉回到小时候，就会想到小时候的街啊、巷啊、树啊、草啊，会有一点熟悉感。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淡淡的愁绪的一个人，所以说。等下一个天亮，一起去牵手赏花那里再散步好吗？有些人可能觉得说，那我是在很开心的说啊，我们去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不好啊？有人会觉得说，哇，太难过了，就在祈求说我们去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但我的点就是在于，我们分开了，但是我会有一点点难过，但我在平静的说这件事情。哦，我想到你了，我们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一起去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可以吗？类似这样的淡淡的愁绪的情感，所以这就是我对这首歌的理解。所以我会把小棠老师当成我要唱的那个对象，在我唱的时候，我会感觉像是跟他不舍但是分开的人。来，没事，可以一直来。好，我要熟悉一下。对，但我们可以再来一遍，不会？再来一遍。再来，走一下，多练多好。对，我再走一下合适。因为我也是一个希望可以多练几遍的，然后没有想到王老师也是，他是一个很敬业的一个唱作人。紧张。从内心讲，我当然是希望我每一期的歌曲都能拿金曲。我觉得这是对我以及对我的合作伙伴对这首歌曲的肯定，但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这个歌
如果它是一首好歌，其实出来大家更多的听众、更多的面听到它才是最重要的。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你的热泪比我激动烈性，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我的肩膀是你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你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你的热泪比我激动怜惜，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去相思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时间可以抹去我的棱角，有些坚持却永远抹不掉。请容许我小小的骄傲，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我的肩膀是你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你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好听，好听，年轻真好。
我们再次用热情掌声欢迎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第6季首次登台演出的王源。第6季出现在这个舞台，为什么不是第1、2、3、4、5呢？其实一直都想来，一直接到了很多次邀请，但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很早的一个绰号叫刚哥666。哎呀，这个是我不堪回首的往事啊！但是就正好在第6季来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以后争取从6开始一直6，到后面每一季都来6一6，好不好？来6一6。哇，你这说话也挺溜的哈，都带押韵的哈。我应该说一说来天赐我的心理感受的，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庆幸和荣幸吧。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歌手不会时常有机会能在这么专业的舞台上面有这么多听众，然后每周能结识新的朋友，唱新的歌，就相当于在练歌了。天赐会督促着我成长，所以我觉得是个特别好机会。哇，我的感受就觉得年轻青春真的太好了，真的。我跟王源其实很多活动上都能碰到，但是真的是没有一次坐下来静静听他唱一回歌。但今天听他唱歌，就是给我一个字，好稳呐！太好了，谢谢，谢谢。他们两个的唱法非常不一样。王源的唱法是非常诚恳，用最减法的方式来唱这首歌，但是他就很动人，非常动人，就让你会觉得你好像在听一个认识你很多年的好朋友，卸下对外的那些面具，用最诚恳、最亲昵的方式跟你讲话。小唐的唱法是有一点都市的，就是跟王源的唱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歌其实是我感觉是2个世界、2个空间，甚至两个时间段的2个人在隔空对唱，就是很喜欢。对，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情境就是我们2个互相懂得的人在互相倾诉的那种感觉。王源老师就是那个眼睛，就是我觉得他的眼睛是很有能量的，所以我们当时对视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动情。朋友们，12点多看见太阳了，就是那种感觉，下一个天亮了，很有生命力，就是很有能量。我觉得就是很感动的这样的一次配合，很牛很厉害，真的很好听。2位配合的无与伦比啊，真的。说得好。那我第一次对作为歌手跟创作人的王源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2017年17岁的王源发表的那首作品《17》。然后我突然又想到，哇，原来时间真的过得这么快了吗？一转眼又8年过去了。我觉得8年对于作为一个歌手和创作人的王源来说，他一定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好像是看到了17岁的王源跟现在的他有一些变化，但有一些东西是从来没有变的，就是他对音乐的坚持、热爱，还有他的进步。我希望有一天大家在提到王源的时候，去说这是歌手王源，这是创作人王源。我觉得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对，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我想问一下王源，你内心有一个目标吗？你要说一个特别清楚的目标，比如说今天想成为 David 哥这样优秀的歌手，定这种目标，我觉得太不现实了，因为永远只能有一个陶喆，那也永远只能有一个王源。那王源能够成长为什么样？我觉得现在我越来越清晰了，因为我现在找回了我写17的时候的状态。我觉得就好好练唱功，好好的积累舞台经验，好好的写歌，然后就好好做下去就好了。小唐啊，不用讲了，这个就熟到不能再熟了哈。这个去年立了个 flag， 说如果说没有拿到金曲就剪头发，对吧？所以今年有没有 flag？ 今年我的 flag 就是不立 flag。对，因为去年每一期都是脑子想我要拿金曲，我不要剪头发，会有很大的压力其实。但我觉得今年我要升级小唐2.0版。对，然后希望有不同的那面带给大家。毕竟我们这次是天赐的声音666，好土啊！
接下来就要请我们声音鉴赏团在2组音乐合伙人之间选择其一，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Almost there。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王源和姚小棠带来的《下一个天亮》，恭喜！恭喜王源，恭喜姚小棠。本场的竞演已经全部完毕了，此刻我们还有一个惊喜要呈现给大家。在这一季当中，我们将全新推出重磅环节——天赐的盲盒。为了让更多优秀的音乐新人来到我们这个舞台，可以和我们的音乐合伙人组成搭档，给予大家全新的音乐体验。而即将要登场的这位神秘的盲盒歌手，他是谁呢？马上进入天赐的盲盒，让我们有请他登场。水花只能开在雨天，烟花要绽放在黑夜，雪花多舍不得冬天，小舍不得和你说再见。谎言并不代表欺骗，诺言也不一定兑现，誓言就都留给时间，就请把从前留在今天。天亮以前说再见，笑着泪流满面，去迎接应该你的更好的明天。昙花若只一现，更要开的耀眼，别回头去拥有属于你更好的世界。天亮以前说再见，让我留在今天，去保护我们最美最好的夏天。情丝若水三千，只取一瓢眷恋，当你来过的纪念。哇，她声线很特别。对，应该是女的那种中低。对对对 ，alto。对对对对对。大家好，我是徐化文，四喜丸子，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但丸子其实一开嗓，大家应该马上就哇一下就来了，对吧？哇，你这个声音跟你的这个长相好像就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就这种感受，所以你的声音天生就是这样的，稳稳的。在大学之前，我是有学过美声的，所以老师会要求我让我的音色变得更加尖锐一些。但是有毕业以后，我还是选择了自己最舒适的音色。你的声音听上去特别的慵懒，但同时很有质感哈，辨识度非常的高。其实很期待他把整首歌唱完，它就像是这次这个舞台演出的一个调味剂，能够让我们就是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那种情绪的一种冲击，然后能调节我们每一个人的状态。所以说，很喜欢他的这首歌能够在这个时候出现。丸子，我跟他合作过一次，在我们另一档节目《有歌》的那个舞台上合作过一次。要怎么做？
全部离开我。当时我就我压力很大，他唱歌的味道一出来就是他。如果有个人跟他合作的话，如果你唱不好，他是一个双刃剑。对，就是如果你们的音色匹配的话，给歌加分；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他的声音太强你。所以上一次合作完以后，坤哥你的感受？上一次合作的不是很好，我合作的丸子发挥的很好，我合作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好啊，那我们这还有机会嘛。如果这一次丸子还可以在我们中间找一个他愿意合作的人啊，如果不幸选中了我，那么我也再可以把之前那些不完美的地方，在这次舞台上尽量的让它完美一点。哇，一切皆有可能啊！当然，我们这个全新的环节叫天赐的盲盒，我们的神秘盲盒歌手来到这里，是在一档节目最后结尾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他自己独特的嗓音，呈现惊喜的。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机会，今天的丸子会跟场上的各位音乐合伙人老师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如果有一件事情，有人觉得不完美了，那么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它变得完美。期待杨坤和四期丸子在下一场的舞台表现。然后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接下来马上会要给大家揭晓的是本期的金曲到底花落谁家？邀请我们所有的音乐合伙人来到舞台上共同见证，有请。也有请5位现场慎重合意给予本期的推荐金曲。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意，我宣布，我们本期的推荐金曲为由张碧晨、刘宇宁带来的《少一点天分》。所以在这里要恭喜张碧晨、刘宇宁《少一点天分》成为本期金曲。欢迎大家共同来见证东阳光先虫草天赐声音6甄选时刻。本季天赐的声音携手东阳光先虫草，共同开启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天赐先生主题公益活动。天赐先生源于真挚初心，今晚呢，让我们连接2种力量，一种呢是音乐创造的感动，而另一种呢是扎根17年的匠心守护，真材实料，用科技高度锁住每一根冬虫夏草的鲜活能量。有请亮颖、鹤野为我们来说说这次天赐先生的公益行动吧。藏区儿童的健康成长是离不开梦想的播种和发芽。我们发起这一次天赐先生的公益活动，是想用我们的爱去守护正在发芽的梦想，呼吁大家用自己的能量去灌溉正在生长的梦想。希望。没错，不仅是我们舞台上的音乐合伙人，还有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你们的每一次参与都将化为能量值，成为养分，流向梦想的梯田。天赐的声音让相距千里、隐于山海的声音能够被世界听见。谢谢2位的分享。东阳光先虫草呢，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将健康与美好带给大众，而这次的天赐先生的公益行动也是品牌理念的又一次生动实践。那么现在让我们行动起来，积攒能量，兑换拼图，点亮最终的公益梦想舞台，助学藏区儿童。此刻我们共同见证颁奖环节。我们节目当中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但我相信这源于音乐给你带来的感动。下期精彩不断，让我们下期天赐的声音6不见不散。
第6季的第2期，依然是我们的第一赛段先声夺人。这太卷了，当电影拍呢，拍偶像剧呢。我的胜负欲突然在这个时候有了。我刚才唱的是你身边的那位，我指的张碧晨啊。上一周已经过去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吧。爱看，这节目突然好好看哦！我的天哪！啊，打起来了，好看，爱看。其实从各位刚才进场的顺序啊，以及组合就看出来了，你们已经搭配好了自己的这个音乐合伙人的搭档，大家也给自己的组合取了名字。我们叫极王炸，我们俩这歌我跟你讲太炸了，真的无敌了，哇没得比，超炸！你怎么就梆梆梆梆炸疯？我们一翻8个度，我告诉你，炸疯了。真的有8个度吗？真的，你管他，你乱说呗。左左还是老实了一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一下王以太和张靓颖。哇，全新的组合哈！以太是我没记错6季以来第一次来天赐。是的，非常高兴，感谢靓颖姐。感谢，客气了，收垃圾。所以靓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我也想说，这不是我选的。易如反掌，这是哪儿的方言？这是。就是动不动就要先烦我。易如反掌啊，就是一切尽在拿捏的意思。黄子已经要冲了，黄子已经在助跑，他已经在助跑。到你了，受不住了。好，黄子到你了，到我跟维维姐了。维维姐的，哎，我们这个名字，因为压力越大，我们越强，我们就是超强弹簧啊！这个咣，对，没错。那刚才已经按捺不住了，就是弹簧在蓄力，就是我们一会儿有精彩要继续。双雅，这要从目前来看，我其实已经看到你们的分工了，你主要负责说，然后维维姐负责唱，所以我们是说唱。以太 respect 你 respect， 人家说唱歌手在的，你别给人行业抹黑。对不起。我想问一下维维哈，跟那个黄子弘范搭档有没有压力啊？因为他毕竟很异啊。异？对，就是他很 open 啊，他特别爱聊天，就是话太废话太多了。你们说话了，异。他很可爱，很舒服，对。谢谢维维姐，对，谢谢维维姐。在音乐上早就关注他了吧？当然，对。所以这一次的组合上，在选歌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之处？好好的配合好弟弟。维维姐每次都是说反话点我呢，让我跟姐的就完事，真的是。我没点你。没有啦，就是很好的配合，很开心，多多跟维维姐学习了，而且很放松。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合作非常的对巴适，没问题。来这边了，贺野和我们的坤哥，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做路多晚也不困啊。哇，这个有点意思啊！好，你们今天就最后一个唱。那不行。不是我不困，坤哥困。坤哥是困，他负责困，我是也负责野，我是不困，对啊，也不困。接下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全新的组合哈，来王源和我们的小唐，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名字。这难忘今宵。那得压轴唱，得最后一个唱啊。No，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那得12点以后。对，0点过后。哇，最后一个有保底了，朋友们。
对，你们也可以造一个那得12点以后唱的。感觉咱们在说话这一轮就已经输掉了，你知道吗？王源，这一次欢迎你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谢谢。那你自己此刻的心情是？荣幸嘛，就天赐第6季了，我想上这么华丽、这么高端、这么专业的节目，所以我一直提升自己，用了6年，我终于来到了。欢迎王源，好会讲，太感人了，这段话说的也。哇，你好谦虚啊，王源。我感动了，我自己都感动了，自己都感动了。来，这一次碧晨也带着自己全新的搭档，欢迎雨宁。Hello， 大家好，荣幸。这个组合非常特别啊，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的名字。我们叫无与伦比。对，刘宇宁还有张碧晨嘛，所以有可能神秘嘉宾是周杰伦嘛？没错，我们俩刚好是周杰伦粉丝，周杰伦。哎，等，这个基调怎么变了一下子啊？因为我跟碧晨确实，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比如像他有一些接 OST 的活，他都会找我说：“宁哥，你来帮我唱男声，就可以让我多赚一份钱。”所以这份恩情我一直好人呐，我一直记在心里。所以能够跟他合作，我不仅开心，还带着感恩的心。哎呦我的天哪，真好，你们这个友谊万岁啊！是的。第6季了，走过6个年头，再一次来到天赐的舞台，作为我们第6季第1期首发的舞台，你什么感受？还是很紧张啊。你还紧张啊？是啊，前面有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人，太谦虚了。有一些是好朋友，有一些是这个想要认识的朋友。哦，怎么会不紧张呢？肯定紧张啊。你知道每次我在舞台底下准备要升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松弛，因为你一升起来，看到大家，你不可能是放松的，一定是紧张的，对。可是你又要怎么样让自己放松？哦，所以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觉得其实要靠呼吸，呼吸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叫4、7、8，4、7、8，吸气吸4秒。就是1、2、3、4，然后憋气 hold 住7秒，然后再吐气8秒，彻底的把你憋的那个气8秒钟里面全部吐掉。对，我觉得那个会让我整个的一个心跳也可以放慢，让我整个的一个人的状态比较 relax， 比较松弛。哦，那这个方法可能就要介绍给王源了啊。因为王源是第1次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之前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说有点紧张来到这里。哦，对，我刚才偷试了，我都快睡着了，非常松弛，非常松弛。对，好，那想问一下黄子弘凡 ，David 哥在舞台上他很 free 的，同一首歌他有时候不同的感觉，他唱的这个每一次的处理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对，是的。听说你也是很 free 的人哦。哇，那我这个怎么能放到陶喆老师面前说？你这，哎呀，你这真是，你不看着啥情况？哦，不能放一块讲啊。David 哥呢，他不光是华语乐坛的前辈，也是里程碑。你也看到在天赐舞台不断有音乐的新人来到这里，你有什么寄语要送给他们？我觉得创作其实作品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花多一些时间在创作。把一些故事放在音乐里面，我觉得故事跟作品是会说话的，对，很重要。但这个歌其实不放松，你知道吗？非要让我们找痛，我们找了很多痛，但是我跟他合作起来，他不太痛。这么可爱怎么痛？哦，痛不了。我痛不了一点。黄子，你痛吗？你痛得起来吗？是这样的，耳机线扎着背疼，痛。你是疼是吧？没有了，这个得我们慢慢去找那个情绪。对。就是想说，咱俩怎么会被他们挑中呢？咋回事呢？运气。就转身就不让回头了，要不还是走吧。好的。碧晨，这首歌有打动到你吗？有。哎，你刚刚说的是别的东西，你刚才啊说啥了？哦，我刚刚在吐槽，说他们舞美用的东西也太多了，说又是那个升降，然后又是各种激光灯、
激光灯，然后又各种出烟花，我们要个升降都不给。导演组一会儿我们唱的时候，哐，灯全给我打开，爆闪，咱们就嗨起来啊！所以除了羡慕他们有这个声光电以外，歌本身今天有给到你惊喜吗？这歌定调真挺难的，但是就是两个人那个声音冲撞起就很棒，有听进去了。对，谢谢碧晨。其实这个歌昨天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哎呦，昨天还是？对，一开始这个歌比现在要低半 key， 因为那会儿的副歌我也是这么唱的。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前面它很低，然后其实我也低不下去。维维姐在唱前面的时候其实很低，然后后面就说要不我们调整一下段落，把一上来的2句维维姐来唱，后面我用就是男生的音区低8来唱，反正调整挺多的。所以说，真的要特别感谢我们背后的这些音乐家，是的，刘周老师这音乐团队，没有他们跟我们改，我们俩可能就要干架今天。对，说我们两个像是要这个出征。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尚九熙。Hello， 各位老师好。之前在维维姐很多视频上刷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华阴老腔的一些片段嘛。看了这个舞台之后，我感觉他今天带来的这个华阴老腔的大爷很年轻，啊。你真的是。没有，就是说开玩笑。然后确实维维姐也是久经沙场，然后对这个歌的处理得很细腻，都会很抓我们这些普通观众们的心啊，就会有那种带来感、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黄子就是因为之前啊，我跟黄子也就是他除了录音综之外，也录过那样的综艺。不好意思，在外面综艺认识了你。这也是我第一次看你的舞台，觉得就是每一个艺人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时候，是最率真，然后最能表达出自己那个人格魅力的时刻啊！加油加油啊！耳目一新啊，这样的组合。对，很开心，而且王以太跟我一样也是成都人，所以我俩一碰面聊起来就特别的亲切。基本上见到亮颖姐第2句话我就不由自主的用了成都话，对。所以这一次跟亮颖的这个合作源于什么？这个真的是说来话长，我可以多说2句吧。当然，就是我小时候，虽然这样说有点不太妥，但是我确实是蛮不妥的。小时候就有看过亮颖姐的节目，然后我也必须要多夸亮颖姐2句，因为当我接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非常非常担心，然后我就得到了说亮颖也愿意跟我一起唱这首歌的消息，我的心放下了一半。但后面我们在对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胜任的地方，亮颖姐都会很耐心的、非常效率的给我一些好的点子，然后帮我解决一些很现实的难关和问题。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感谢你，亮颖姐。不客气，我们是团队合作。亮颖姐是我在跳楼机上的定心丸啊，好浪漫哦。他是你的安全员，你放心吧。我是那根安全带啊，有我在，护你周全哈。首先真的很佩服2位老师可以选择这首歌。我看这个歌词啊，因为我自己在家试了一下，但是它真的很绕口，是不是？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其实你不是不爱了吧？不爱了吧？不是不爱了吧？哪里口音？就很难唱，就是哎呀妈呀，就是我不想为难我自己，当时就是觉得所以我就很佩服，就很喜欢这个舞台。谢谢，谢谢。然后他也笑了。你是笑了吗？没有吧？没有，没有哦，没有。我的那个笑其实是没有出戏的笑，你知道吧？哦，不是嘲笑我，不是嘲笑你。其实你刚才形容这个演戏说男人要含着泪哭，那个哭嘛，其实笑着哭才是最痛的。这一点我觉得坤哥应该有发言权，坤哥是这样吗？是不是哥？我从来没笑着哭过。我可以再唱上，幅度再大点，表情再多一点。再把我声音再往出来。乐队刚才是不是有点大了？那个可是你稍微再往后拖一拖。OK， 稍微再抻一下。好，还来不，坤哥？来啊！我们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好，我们再来一遍，来。
就我觉得古风古韵的歌对我来说是挑战。如果没有天赐这个机会，没有天赐这个节目，让你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做。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潜力到底能不能够唱古风。我最后一遍，我多少遍都行，哥，我愿意踩，踏实，心里踏实。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坤哥是影响我很多的人，感谢坤哥这次又给我机会，我将不会让他失望。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声音就是那种有生产力啊，然后就是很有韧性的，然后爆发力两个人都有。我觉得他们两个如果按这次选的这个曲目的话，我觉得会非常非常有看头。贺野，再次跟坤哥搭档，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变化吗？也不能自夸，我觉得我变得在音乐中更从容了吧。对，我觉得面对音乐，有的时候发挥一部分情感就可以了，就大家可以足够的接受了，并不需要把它塞得太满。贺野的从容我也看出来了，跟咱们雨宁一样，哎，小手兜里这么一插，其实我也不知道放哪儿。同样的解释，我说这个手就是没地方放。贺野上来就是这个姿势，他不再像去年那样蹲起，他现在是蹲起，然后今年是这样，全场。对，我觉得他有他自己很多的想法，然后刚刚我都没有仔细看歌词，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表演已经可以感染我了。今天极客这个造型啊，非常的震撼。然后我呢脑补了一个情节，自从我开始脑补了之后，我就有点出不来了，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太能想了。听听，就是我觉得极客是一棵大树，它是一棵神树。神树，对对。然后姑娘们会在他身边许愿。瑞卓是好像有点很内向，不善表达，甚至他可能连许这个愿，他都需要一些勇气。然后这棵树自己走了出来，说：“来吧，跟我交流吧。”然后向他伸出了手，然后后来这棵树就站到了舞台的中间，然后瑞卓就像个小鸟一样，就被他挤到了边上。然后你知道吗？确实是没有设计的。然后我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刚刚欢哥说极客是大凉山的公主，宁哥问我公主，我说啊公主，他说她是那个公主吗？我说不是那个公主，我说她这个公主的意思可能是就是大凉山的骄傲，但她可能觉得就是你是公主，你的妈妈是你的母后这种这种感觉的太多了。不是你值得你。他们俩都有这个导演思维，对不对？这个画面感立马就已经呈现在我面前了。说实话，喜欢他们的这番戏，对，好细节。你上一期不是全程在吗？上一期我看了一些，所以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因为我去年立了一个 flag，就是我一定要拿一次金曲，不然的话我就要剪短发。所以拿到了吗？最后拿到了，在第9期的时候拿到了，对，然后保住了我的一头秀发。那你要这样说，咱俩不是第1期唱吗？那我们也下个小赌注，我们就赌咱们第1期就拿金曲。第1期就，哇！真的，我们努力尽力争取拿到努力第1期的金曲。对，想问一下王源，你第一次听到 David 哥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还有印象吗？其实我在小时候有大量的听过一些，每一首我都很熟悉，然后听一遍我就能够找回那个记忆。所以你最爱的是哪一首 David 哥？我喜欢《流沙》。爱情好像流沙，我不说话。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我 baby， 让我这样吧。哇！现场听到。我觉得我刚刚是比较沉浸式的感觉，我觉得我在看一部偶像剧，中间有一句
把你偷拍我的照片送我好吗？因为现在你在想什么画面，说偷拍的照片送我好吗？你有很多时候你看你为什么偷拍我？你不会有一个纯粹的感觉，但是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唱这首歌，有说服力，真的会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画面。就是我完全就是安安静静的在享受这一首歌，真的非常好。刚亮颖的这个形容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是一部来自美国的一部爱情片，叫《怦然心动》。哦，男女主角其实从来没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哪怕牵牵手、勾勾手都没有。但是就让人觉得哇，那么的美好。人家说了一个，人家说出来了，咱没说出来。但是就让人